12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用于支付政府账单的资金只剩下880亿美元，而一周之前这个数字是1100亿美元。按照这个速度，美国国库资金将于几周之内耗尽。15号，美国财长在2周之内第二次致函国会，确认财政部到6月初将无法履行对政府的所有付款义务，这将引发美国有史以来的首次债务违约。What global markets and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need to see is that we have a Congress that's committed to paying the bills that we've incurred as a consequence of our legislation, that we're not a deadbeat country. 上周，在拜登和国会议员就债务上限问题的第二轮沟通，又以双方互相指责收尾。当时，拜登还放狠话称，如果债务上限问题谈不拢，将不会出席19号的七国集团日本广岛峰会，令日本政府大为紧张。因为拜登不来，就意味着这场日本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失败。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拜登当时只是在试图给国会施压。白宫确认，拜登将按计划于17号出发前往日本。行前一天，拜登再次与国会谈判，他对媒体表示乐观，但美国媒体表示事情可能并不令人满意。He is scheduled to head off to Japan for the G7 summit on Wednesday, putting even more pressure on leaders to get this done and to get it done quickly. It's still not clear what a potential deal would look like, and time is running out. 美国媒体认为，党争白热化是导致债务危机的根源。在去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控制了握有拨款权的众议院，而拜登来自民主党。当时就有观察指出，拜登接下来的任期都将面临要钱的斗争。但颇为蹊跷的是，针对拜登要求提高债务上限以防止债务违约的要求，共和党已经做出让步，提出要求联邦政府削减开支，但拜登予以拒绝。分析指出，拜登或许是想借机摘掉美国舆论给他的弱势总统的帽子，因为按照众议长麦卡锡的说法，共和党方面只是要求白宫制定在10年内削减4.5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开支的计划，换言之，每年仅4500亿美元。按照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占比仅为约6%。但拜登近年来推出芯片补贴、电动汽车补贴等多项补贴，并视其为主要政绩，因此拒绝削减开支。于是，在美国众议院出现了一个政治奇观，两党都认为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将是灾难性的，但谁都不肯让步。Defaulting on our debt is not an option. Not an option. It will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简单来说，债务上限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的一张信用卡的额度。设置这个额度的目的是防止政府超出能力花钱，避免政府破产。但自1960年以来，美国国会已将债务上限提高了78次，而且还在加速。例如，2013年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约为16万亿美元，而现在已经高达31.4万亿美元，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倍。实际上，31.4万亿美元的上限在今年1月就已经突破，但美国财政部通过一些技术措施防止违约的出现，但这些应急措施也将在6月初耗尽。那不够钱的时候就会发债，来让它的这些的政策、这些的措施可以实施，所以它是一直累积下来的，它并不是现在才累积的。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其实债的话大概只有19.8兆美元左右。疫情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整个经济状况不好，还有在扩大一些基础建设，所以它的债就一直的上升。其实它在大概只有6-7年的时间，其实它就从20兆到30兆。美国金融体系消化了约70%的美债，被很多银行视为盈利的兜底保障。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罗希特·乔普拉表示，美国国债此前一直被视为无风险资产，利率保持低水平，是各种信贷形式的关键基准。一旦违约，将导致借款成本飙升，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和抵押贷款的利率都将飙升，因为政府账单届时将无法支付或延迟支付。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将严重打击经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分析预计，即使是在避免违约的边缘假设下，也会导致2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 ，GDP 下降0.3个百分点。短暂的违约将使美国经济损失50万个工作岗位，长达数周的长期违约将使国内生产总值下降6.1%，并导致数万家企业和约83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股市预计将跌去一半，失业率将飙升5个百分点。协商是一定会想办法去协商大家都同意的条件，但是应该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它不是普通的事件。2023年目前看起来的话，大概就是小衰退，我们叫做微衰退这样。但是如果发生所谓的一个债有问题的话，那
就不是小衰退，而是毁灭性的衰退的一个状况。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全球领导人都在密切关注美国债务上限问题，这是因为有30%的美债被多国政府持有，其中日本最多，达1.082万亿美元。一旦违约，将会面临信用评级降低以及贬值的风险。英国财政大臣亨特在不久前的G7财长会上表示，美国债务违约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如果美国无法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那将是毁灭性的。预测指出，假如美国债务违约持续时间长达数周，全球经济将产生2008年金融危机级别的衰退。外界不看好拜登能与麦卡锡迅速谈妥提升债务上限问题。事实上，美国政府债务上限也不可能一直提高下去，外界对美债的信心也在下降。统计显示，甚至连美国最铁杆的盟友日本和以色列等国也纷纷狂抛美债，而沙特的美债持仓相比2020年大幅缩减了40%。不管从消费，不管从政府的信任程度，再到这些的相关的银行。所以这些的全部都会导致你整个的经济会产生一个比较毁灭性的一个状况。主要大家都用美国做通俗的一个货币嘛，另外美债，每一个大国都买非常多的美债，影响层面就不只是美国，它会影响到整个全球。我们认为是希望不要发生，如果一发生的话，那大家就要准备过苦日子了。